我老婆说，我刚刚去的那个地方是地狱，还要搬出经典来与我对峙。这婆娘越发了不得了。对了，我叫王旦，住在嘉陵江边，有志难伸，心中郁闷，偶尔喝几杯，算是借酒浇愁吧。今天晚上喝多了点儿，沿着江边走走，江风清冷，吹在脸上很舒服。走了一会儿，腿有点不听使唤，就坐在路东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休息。这时，我见到月影下路边的松柏林树影婆娑，飘着淡淡的雾气，别有一番意境，很惬意，就信步向林中走去。大概走了2里地，看见一座寺院，映在惨白的月光下，显得很荒凉。大殿外长明灯里的烛光在幽风中闪烁跳跃。我借着酒劲儿，绕过大殿往里走，想看看有没有人。这时，有个僧人从侧面的方丈石闪出，对我拱手施礼。我赶紧还礼，借着月光仔细一瞧，原来是位故人。不知何时他来住持这座寺院，正要问他，他示意我进方丈室坐下慢慢聊。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聊了些什么，只记得与他相谈甚欢。恍惚间想起来，他好像已经去世了，但我当时并不觉得害怕，还跟他说：“师父，您去世已经好几年了，原来在这里啊。”他神色自若，并不避讳，说：“是的。”我俩接着畅聊，大约到了后半夜，酒劲儿过去，他见我倦意袭来，就把我领到西边的偏房，让我就睡在那儿，还再三交代：“这里有些怪异，你不要到处乱跑，就在这间房休息，明早天亮后等我来叫你。”然后他才离开。这时我的酒几乎已经全醒了，觉得这情境有些让人发毛，不敢睡觉。透过窗户缝向外看，只见月下风铃烛影，映在墙上如鬼魅一般。我在这里熬不到天亮，想马上离开，就起来向外走。这时发现僧堂里烛光明亮，里面人影晃动，就不由自主走了进去。里面有很多出家人，还有几个仆人模样的人在他们中走来走去。我顺着门边溜进去，靠墙边找了个地方安静坐下。这时僧人们都已经入座了，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个钵盂。那几个仆人正在用木勺，像是在分发米粥，盛有米粥的钵里金光闪闪。我忍不住凑近其中一位，看看到底是什么粥。刚一接近，就觉得一股腥热扑面而来。那僧人托起钵盂，将米粥灌下，立刻我就听见像是肥肉下锅的滋啦声，闻到脂肪烧焦的味道。我立马意识到，这声音和味道是从僧人身上传来的，胃里一阵翻腾，来不及冲到门外，就吐了一地。再回头看，那僧人几乎只剩骨架，肋骨间还缓缓流淌滴落着金灿灿的液体。那哪里是米粥，竟然是融化了的铜汁。再看他的脖子以下，似乎又长出了肌肉皮肤，而仆人还在向他的钵里添米粥。这情景让我害怕得干呕起来，正要跑回刚才的房间，却被人一把拉住，吓得我魂飞魄散，瘫坐在地上。这才发现是那位故人。叫你不要出来，知道害怕了？现在你马上就得走，不能等到天亮了，我也不能亲自送你了。说完，他叫过一个仆役，点着火把，搀着我走出寺院。刚一出来，一阵风将火把吹灭了，我腿又一软，跌坐在地上。这时发现我还是在江边路东的那块大石头上。我见你许久没回来，打发人去找，说你在块大石头上睡着了，唤你半天才醒过来，说你去的地方是地狱，还不信。过来看，羊铜贯口，热铁缠身，万死千生，业感如是。难道那时我的神识已经离开了肉身？